于承惠所持兵器为长剑，剑长4尺1寸；李连杰所持兵器为花枪，长5尺。上平扎枪，中平扎枪，上平扎枪。枪焰有言：前手如管，后手如锁。李连杰的3记扎枪，把这句枪焰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看于承惠如何应。侧身躲第1枪，蓝剑挡第2枪，挂剑式再挡第3枪。而于承惠的这挂剑式仅是前半招，后半招金鸡点头已紧随其后，竟然是反手围攻的剑式。进步斜撩剑，进步右平斩，左平斩，越步拦腰，弓步抱剑，换步脚剑，翻剑错格。李连杰注意到于承惠竟时而单手持剑，时而双手持剑，想必这就是于承惠的看家本领——双手剑法。于承惠视剑如命。15年前，他偶然获得一本残缺的双手剑本《24式斗剑之术》，没想到于承惠竟然靠着超凡的天赋反推剑者，把残缺剑士都给补全了。此后15载，于承惠的双手剑法名震了整个南北武林。回身刺剑，转身平剑，退步截剑，马步摆剑，翻腕下截剑，翻腕瀚海。李连杰挑眉怒目，持枪手竟然隐隐作痛。自己5岁入少林，练枪棍14年，自己的枪劲很容易就可以震掉对手的兵器，但没想到今天遇上于承惠，不仅没能震掉他的长剑，反而自己的持枪手在与他的长剑碰撞中被震得隐隐发麻。原来这就是于承惠双手剑法的奥妙所在。奥妙之一，适时的单手持剑，保持了单手持剑的灵巧。奥妙之二，适时的双手持剑，剑稳力厚力威，特别是遇到对手的强势兵机时，双手持剑更能有效应对，甚至能震掉对手的兵器。奥妙之三，双手持剑能更完美的发起一瞬间的爆发速度。于承惠在与李连杰交战时，时而单手持剑，灵巧敏捷，剑速剑招压制李连杰枪法；时而切换双手持剑，以力度劲度压制李连杰的枪技。李连杰曾听他的师傅于海说起过，整个武林使双手剑法的剑客比比皆是，但是这些剑客大部分都不能很好的掌控持剑契机，什么时候该单手持剑，什么时候又该双手持剑，持剑的转换又得在瞬息之间完成。能完全掌握这并游刃有余的剑客只有于承惠一人。不过李连杰能在于承惠的剑下扛这么久，于承惠也是对他赞赏有加。你的北派功夫也不错嘛。而就在这时，李连杰这边的援兵到了，北少林的出家弟子和南少林的俗家弟子，而其中最令于承惠忌惮的，北少林的第一高手于海居然也来了。形势不利，于承惠直接跳江而逃，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于海截住了。进步拦棍，脚棍压把，超剑挑棍，回棍点把，挂剑式拦挡，金鸡点头反击，平剑削棍，压棍刺剑，回身倒棍，转身拨棍，盖头劈棍。这一棍刚好被头上的丝瓜架给绊住，如此机会于承惠岂能不要？连续上步崩挑剑，逼得于海只能弃棍。螳螂拳七星式，脚踏七星步，手抱螳螂爪。此时此刻，于海就像是一只正欲猎食的螳螂，张开了架势，进步斜劈剑，进步平斩，逼掉于海的武器后，于承惠大喜，一剑斜劈之后，第二剑平斩居然直接杀进对方内围，这让他反而失去了优势。荷叶掌架挡，雕手封眼，擒拿手，虎爪，勾手，虎爪锁喉。螳螂拳的手型讲究3手2掌，一锤一爪，分别是勾手、搂手、雕手、柳叶掌、荷叶掌、罗汉锤、虎爪。于海的手法在方寸之间切换自如，防不胜防，令于承惠措手不及。于承惠直接翻腕扫剑，拉开了2人距离。弓步刺剑，并步脚剑，弓步刺剑，3剑竟然都被于海轻松上。听闻七星螳螂拳上取螳螂爪，下走七星步，宛如蛇形忽左忽右，虚实难判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古武真迹螳螂拳对七星步有载，似猴非猴，似弓非弓，闪展起伏，左腾右挪。于海的螳螂拳是以七星步为基础，依靠腰部的左转右旋，前倾后仰来滑脱闪避对方的进攻，甚至可以寻找空隙反击。果然，就算是在于承惠的紧密剑法破击之下，于海依然可以寻到一瞬契机，来了一招勾手着击对方手腕。毕竟于承惠持有利刃，长久下去不利，于是于海用藤上丝瓜对于承惠进行干扰，缠住了他的手腕。罗汉崩锤，于承惠兵器被卸，于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一招螳螂摘盔强攻蓄势之后，直接祭出了七星螳螂拳的大招螳螂捕缠。七星螳螂秘录对此事有载，螳螂捕缠急如电，密肘奥妙人难敌，意思螳螂捕缠这一式
只要一出招就得是闪电一样的爆发力，再加上密肘的威力，普通人根本难以承受。此时一出，直接把于承惠打飞了出去。北少林第一高手的实力果然恐怖如斯，于承惠自知不敌，当即逃跑。没想到遇到了前来截击的李连杰，踩拿勾挂腿，踩3手强攻，扑蹬手再攻。于海在后方断去于承惠的退路，但他没有上前围攻，因为他想看看徒弟李连杰的螳螂拳有没有精进。螳螂啄蝉，滚龙掌，拿腕擒肘反击，迎门左勾手，荷叶掌。于承惠倍感压力，刚刚觉得李连杰的枪法不错，没想到拳法也是不俗。八卦掌猛虎出匣，八卦掌紧击撒绑，转身抵掌，蛇形顺势掌，八卦掌仰身点腿，转身插掌，破牌掌，白猿脱逃。于承惠最终不敌，这场大战结束。纵观这几回合的对决，显然于承惠老先生的双手剑柔中带刚，潇洒飘逸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于海老先生的螳螂拳刚劲急速，形神兼备，令人叹服。青年李连杰的动作灵气十足，潜力无限，在当年这样的演员阵容，绝对是让动作影迷怀念的存在。